湖南山谷的古村落，只剩几栋废弃屋舍静立。沿山路探寻，忽闻铃铛声在山谷间回荡，黑山羊的身影伴着清脆声响，在峭壁与林木间灵活穿梭，为沉寂的村落增添了几分野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今天我和爸爸来探访一个古村落，这个古村落位于湖南的大山深处。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落里还有没有人居住吧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到了湖南大山的一个小峡谷里面。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到这个路的边上，因为车子开到这个位置，前面这一节都还是水泥路面，但是再往上走，再往山谷里面走，也就是那个村落里面呢，就已经全部是这种泥巴路了，也是一条碎石路。两边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放了一些横手藤，可能这山上养了牛，或者是养了羊。或者是养了其他的东西在这山上，我们现在呢就沿着这条碎石路往上走。车子呢我们也不敢开上去了，防止上面没办法掉头，或者是路会越来越窄，那就很麻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车子停到那个水泥的边上。我们现在徒步上去。现在右侧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小峡谷。这个山谷里面呢，溪水非常的多，哪怕现在还不是雨季，这里面的山泉水都还是比较充沛的。它这个上面做了一个标识，不知道是起一个什么作用。好，我们先往上走走看。这个山上呢，现在看起来还是有车轮的痕迹，可能这个山上面应该是有人住，因为在我们前面一期视频中我们说过，这个电线杆也是新拉的，这上面可能会有人住，因为有些人不想去山底下生活，他们习惯了这个大山里面过上与世无争、安静、祥和的这样的田园生活。待会儿我们去山底下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居住在里面？是年轻的人呢，还是中年人呢，还是老年人？这里一大片一大片的都是竹子。整个这个山呢，海拔接近有400到500米高。哇，有好几只黑山羊。好多黑山羊。刚刚爸爸讲说，实际上这些竹子是草本科，只不过长得非常的高大，而且它们的根是连在一起的。那爸爸刚刚说错了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谢谢你的纠正。好多黑山羊。这里养了好多山羊全都是全是黑山羊。好肥壮所以这个横手藤应该是山脚下购买的，然后给这些山羊吃。看看这个山羊都在山底下了，你看这个黑山羊刚刚从这个山谷里面一下子就爬上来了。飞檐走壁的山羊对于他们而言，这些石头路轻轻松松就能爬上去，堪比平路。不跑。好多小山羊。这看样子，这个山里面应该是一个养殖户在里面养了很多山羊，不知道他还有养了狗、
养的黄牛没有？我们待会儿进去看一看。好可爱呀，毛茸茸的。整个电线杆一直延伸进去，哎，看到有一个房子了。还有拉了电线。嗯，对了，它这个里面还有人住，看样子。哇，这个山泉水好大呀！它这个水流深不是一般的大。要是在每年的4、5、6月份，它这里面的山泉水还要壮观。哇，4、5只黑山羊，叮叮当当的。还有小羊羔，好多好多。成群结队的全都上山了。这家人养这些黑山羊的老板超有钱呐，一只羊随随便便都要卖到1000多块钱。这里大概有4、50只羊。这边还有2只小羊羔。这里还有2只小羊羔。这里是搭的一条石板路，然后两边呢全部是用石头累积起来的。这个以前应该是生活了好几家人。这个房子是最少有50年以上了，这种老的泥土房。在湖南这个大山里啊，这种泥土房啊还是比较多见的。这个新电线就拉到这里了。我们看一下有人在里面吗？这里拉了电灯。好黑呀！上面还有打谷机。我们走从这边上去看一下吧。我们看看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到处都是羊屎。看来羊经常光顾这里。它这里是一个养殖场啊，养殖基地啊。这里还有蜂箱。这里这个蜂箱已经废弃了。凳子上全是羊屎。是的。然后呢，这是羊待的地方。这看来就是一个废弃房屋，当做羊的那个睡觉的地方。这个房子已经废弃了，全部是养羊的一个居所了。这边也是。它这个房子看上去废弃的时间也不久，巧克力豆，可能也就3、5年的时间。这里也是一个养羊的地方，就是夏天啊，适合待。3轮车有老板过来了。这些羊屎都透过这个竹格掉地上。养山羊的老板已经过来了。老板你好，这羊都是你养的？放心，我们不是小偷。放心，我们不是小偷。我以为里面住的有人。现在也就只有你这里在养羊了。他这里以前住的人多吗？不要说。早就没人了。几十年前这里就没住人了。这个位置还算是不错的嘞。那你这个路也是你挖的吗？整个这条路？是的。那你是大老板了，养了这么多羊。你看没人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是。刚刚这位大叔、大哥呀，
他说，这个地方还是让我们先离开，因为它是一个圈业养殖的地方。正常啊，他是不允许别人跑到这里来。那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太多屎，下山了。那个洞上全是巧克力豆，满满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打扰你了，因为我这里不熟。其实啊，我们在开车上这个山上的时候，在这个半山腰这里啊，有一户人家也是泥土房，同时呢，他也盖了一个小小的平房，用红砖盖的。不知道是2位老人还是其他人住，我们当初呢也没太在意。现在呢，山顶上的这位养殖山羊的这位大哥呢，因为他不是特别欢迎我们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步行下到这个半山腰，这个山谷的中央，去看看这户人家，是否能够通过他了解这个山里面的一些情况。这一节啊，全部是水泥路面。发现的房屋就只有2栋，一个是我们刚刚在山的最里面一栋房子，然后呢就是只有眼前这栋房子了。整个也就是2栋房子在这个山谷里。其实，在这个山谷里面，我们有查过资料。显示这里面以前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居住，但是目前看来呢，基本上都已经废弃在这里了。好吧，我们先上到这个泥巴房的这个地方去看一下。像我右手边这个房子已经完全坍塌了，没人打理了。这个房子看上去最少有20来年没有住人了，然后前面还能够看到这样废弃的泥巴房。这里呢还有一个菜园子，我们刚刚经过这里。这里还有很多红蘑菇。啊，对，这里还有红蘑菇。站在这个位置呢，还是非常安静的。像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以前这里也是一个牧场，然后呢废弃在这里了，然后就种了一些经济的一些树木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位置沙子。啊，我以为是一个出烟筒呢，没想到它是堆放了一些沙子在这里。这里停的有摩托车，但是呢没有看到人。我们先来参观一下这栋房子吧。地上有好多木屑。这个房子搭建的非常有湖南的特色，基本上都是做一个吊脚楼的形式。这个吊脚楼呢不是走人的，是干嘛的呢？就是方便储放一些木材啊、稻草啊，或者这一类杂物的东西放在这个外面。大家不要看这些泥巴房啊，在几十年前能够盖这种泥巴房，修的还是有这么大气的，都还算是有一点点能力、有一点点资金的人才能修得起这样的房子。正常情况下，很多人啊就是一个茅草房，或者是一个非常低矮的房子。现在呢，我们走到这个房子里面看一下，这里面很空旷，地上还生了很多苔藓。这个房子你看打扫的非常非常干净，应该是里面有人住。它这个是那个独轮车，这个就是独轮车，爸爸以前小时候坐过，还用过，但是你肯定第一次见。然后这个袋子里面啊，应该是采摘的这种野山茶籽果。这户人家的主人呐，应该去到这个山里面去采摘果子去了。我们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房子的周围。
这里呢还有一个石磨，还有一个石墩。这个房子啊，我不知道这个3点的房子当初他们是怎么上去的。这上去看上去没有路了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里有一个窗户，上面雕刻的这个花纹呐、非常的。它这个好像不是雕的，它是画上去的。嗯，它是画上去的，不是雕的。这是画上去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它有明显的凸起。远看它像雕的，但是近看它就是画上去的。啊，那种像颜料一样的东西画上去的。啊，那画的也十分精美。是的，它这个房子重新做了一个搭建。好吧，我们再从这个上面去看一下，应该这个房子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从这个位置上去，还是从那个地方上去？看看能不能上去吧。啊，爸爸应该是没猜错，他以前这个山上的人家是从这里上下山的，看到没有？山上的这个废弃的房子，从这条路上一路走下来，走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再转到这个下面转下去。而且这些大树啊，保守都有接近100年左右的历史了。这个好像是香子树，地上有很多非常大香果。3棵。是的，有接近100年左右了。我记我得香们上去果看一下这个废弃的房屋吧。这个废弃房屋上面好多废渣，然后接了好多的柿子，看了吗？看到了，再上去看看。好，我们上去再看看，小心啊！这里是一个一个陡这个还坡。有，这个还有碴子，对的，木碴子。好大一个陡坡，注意安全。跟着爸爸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走上来了。真想不明白，这户人家是怎么到，怎么想的，这么陡。看这个房子住在这个位置，以前这户人家的主人住在这个地方纳凉，在这里过上夏季冬季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？但是这个主人呢，已经搬离这里了。这个房子修的也还算是比较大气的。地上有好多碎瓦片。对的。对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刚刚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对面的那座山，山里面只有这么一户人家。以前这个地方啊，它是一个古村落，大概住了有接近20-30户人家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基本上里面，刚刚那个养羊的大哥说了，这都搬出来了，都搬出来接近有30多年了。所以里面的房子啊，基本上都废弃了。但是现在它这个电线啊，都还是拉到这里面来了。所以也就意味着这里面还是有人住，只不过可能住在这里面的人呢，可能就是不愿意去跟外界交流的，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社恐啊，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特殊的境遇，导致他们愿意到这个山顶上来进行生活。这位主人把这个房子建这么高，当初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尤其是他这个房子和下面的房子的垂直落差呀，接近20多米高。要是这个上面的小孩子不小心走到这个边缘的位置摔下去，那真的是非常大的风险。我觉得这个以前应该会围着这种竹栅栏。也有可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建在这个山顶上啊，周围啊，它的面积啊也就只有这么大，
可能它的安全性啊不是特别好，因为它的开口啊、进口啊就是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刚刚走的这条路就是从这条路圈上来的。另外这条路呢，应该是后期开孔走的一条路。这个房屋以前的主人应该是走这条路上去种菜。啊，也可能，不知道山上它有没有种植菜园。它这个房子呢，是依这个石头山山体依山而建的一座房。我们可以走到这里面简单的看一下，整个这个里面的结构啊，做的还算不错。我们再看看它里头用了哪些材料，也是用的当地的一些小碎石，再结合的一些黄泥巴做的一个墙体。然后这个房子啊，荒废了最少有20-30年了。对面的这座山呢，也还有那么高，大概这个山的高度接近有80米高左右。当初这户人家住在这里，也算是一个必经之所。而且这一棵柿子树，也是这户主人家以前遗留下来的。以前这个位置呢，就养的是猪、鸡，在这个位置。但是这里彻底已经废弃荒凉了。好吧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走下去吧，因为这上面也没什么太多可看的，已经破败不堪了。这里也有废弃的这个木匠用的工具。一不小心割伤了，要打破伤风。嗯，是的。好吧，我们从这里下去。所以再繁华的地方，再热闹的地方，如果没有人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，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荒凉。以前这户人家可能也能从这个位置可以走上来。以前这条公路前面这条水泥路面呢，也才打了不到3年的时间。因为这里还是住了一户人家，所以啊，当地的政府啊，不单是帮这一户人家拉通了这个电，还帮他修了水泥路面，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。在有些地方啊，他们最多就只是会帮一些这种独门独户的人啊，挖一条简易的公路，就刚刚我们上去的那个养羊的那个房子那里，它就属于一个简易的公路了，就是一条碎石公路。像这里的工具都还很全，像这个就是什么板车，在大山里面，以前都是泥巴路，只能依靠这些工具来进行出行。这个房子的原先呢，它的设计应该是有2层、3层，但是现在它只保留了1层了。在这个峡谷里啊，我们基本上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世态炎凉，人去楼空。哪怕是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甚至政府部门修通了这样比较宽的水泥路面，但是依然阻挡不了这个山谷里面的人呐，他们去山下生活的决心。虽然这个山谷里能够让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过上安宁的日子，过上自给自足的日子，但是呢，这个山上手机没有信号，打不通电话，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，所以造成了整个山上的居民全部搬离了这个地方。而且我们镜头前面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啊，当初的主人啊，费了非常多的心血，
用山上的这些巨型的石头啊，一块一块的把它垒砌起来，变成一条路，但是也是物是人非了。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几栋破败不堪，甚至已经倒塌的房屋了。只有这些当初主人种植的桂花树、柿子树、芭蕉树保留在这个位置。这个山谷的古村落我们已经逛了一大半了，但是除了我看到山顶上养羊的伯伯，没有看到第二个人。我们在这里等了很久，也没有等到我旁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。那么好啦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